大部分的因缘都是自成的，小部分的因缘是天赐的。作为月老，确实是有一部分更改之权，但是那把金剪刀与那些红线都是天道功德宝物，当真是不可随意妄动啊。哪怕只是一对凡人的姻缘，若处置不好，不单单会损失自己辛苦积累的功德，还会被那位认真负责有干劲儿的玉帝陛下降下责罚。那么何为自成的姻缘呢？在后殿有一处近乎无尽的玄妙乾坤，其内有数不清的小泥塑，天地生灵，但凡需要婚配的，在天地人三婚定数中的，都在此地有对应的小泥人。婚乃礼之定，刚之基，泥人对应的生灵大多都是人族，以及少部分有规矩的妖族巫族。他们在凡间产生互动，这里的泥人就会互相的靠近，然后各自诞生出姻缘红线，红线相互缠绕，这就成了一段姻缘。日久生情，就是彼此的红绳慢慢晃动，慢慢缠绕。一见钟情，就是轻轻碰一碰便缠上了红线。偶尔有泥人飘错了方向，红绳缠在了别人的姻缘红绳上，那自然就是婚内插足了。何为天赐的姻缘呢？当生灵降生，此地感应生出泥人，就与自己命中伴侣缠绕上了姻缘红绳，这就是天赐的姻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泥人天性洒脱，会挣开自己的姻缘红绳，拖着半截绳子到处乱飞。偶尔遇到同样情况的泥人，红绳一搭，干柴烈火；红绳一断，露水情缘。刚刚那个天降的要求，对于月老来说，其实也不难做到，只需要将这天降的红绳直接系到那位仙子的身上，这就算是成了一段姻缘。一般来说呢，也不会有什么业力反噬。但是月老不得不考虑一下这瑶池女仙的背景。几百年前，王母娘娘已经派人训斥过咱了，现如今呢，可是千万不敢对瑶池女仙做这般违规之事。这月老啊，其实原本仅仅是一名天仙的修士，但他呢，是最早一批奔赴新天庭的仙神，根脚清正，做事认真，万年前得玉帝赐下月老之位。任职过万年，月老体会到了这个仙职的诸多好处，为此他也是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懈怠。可是问题是，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天庭仙神得知了红线之秘，也知道他身为月老能改红线，他这小小的姻缘殿隔三差五就有人鬼鬼祟祟地摸进来。有些是同殿为官，确实是抹不开情面，而有些呢，是想着靠送礼来得姻缘，月老都是一概不收。什么礼能比天庭任职得到的功德奖励更重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月老不能也不敢拒绝的，就是那些实力太强、背景太硬的老道。自己这个神职在这种大佬面前只是一个小神仙。就比如师父，殿外有两个扎着羊角辫、打扮十分喜庆的童子匆匆忙忙地冲了进来，口中喊道：大法师来了，快到殿前了。月老精神一振，连忙起身朝着殿前快步迎去。哎呦，这位大法师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啊，人教教主太清圣人仅有的亲传弟子，自身道行深不可测，背后就是太清老子。因为老子是三清老爷中的师兄，所以这位大法师虽入昆仑山的那个小院子稍晚，但却被禅教首徒玉虚宫中鸡金中的广成子与截教大弟子多宝道人齐尊一声师兄，真道门大师兄。大法师并没有明确的道号，因为太清圣人并未赐下，免得他沾大因果。因此在太清圣人主掌的玄都中被称作大法师，久而久之，这位高手也就接纳了这般名号，
玄都大法师。自此，玄都二字可以代指这位人教首徒，也有一个地名之意。月老的心里亮堂得很，这位人教首徒可跟太清圣人那几个记名弟子完全不是一个分量。因天庭刚起，实力微弱，玄都大法师这段日子也在兜率宫中暂居。毕竟要是天庭来一些大罗金仙这种宵小作乱，也不好让圣人亲自出手，由玄都出手灭掉就是了。前前后后，这位大法师也来过月老门前几趟，所办的事月老当然明白。月老疾步出了殿门，抬头就见不远处云上飘来的青年道者。瞧此人，一身玄色道袍，面容不清不齐，却是十分中正。他长身鹤立，道袍轻舞，浑身上下并无半点环佩玉饰，却是给人一种如璞玉般的归真之感。这是道行极为高深才能有的气质。玄都大法师据说是天地仙第一批人族，无父无母，由女娲娘娘捏土而成，身有少许造人之功德，也有人教之气运。还未到殿前，这位大法师对着月老拱手行礼，笑道：月老近来可安好？安好，安好。月老连连点头。若是旁人不知，还会以为这位天庭正神本就是佝偻身形。大法师您里面请，还是按上次那般？有劳月老了。玄都大法师笑容颇为温和，径直踏入了月老殿，跟着月老去了后殿。入了后殿门庭，前方便是一片玄妙的星空。月老在旁拿着一株盆景轻轻摇晃，星空中飞来一片星光，在两个人面前悬停。这盆景其实是后天功德灵宝相思树。星光消退，分作了5堆的泥人，每一堆大小不一，其上各有几个星光凝成的字样，分门别类。比如最左边的那堆，上面写着3个大字渡仙门，其他几堆写着逍遥仙宗、自在门，其实就是人教的几家道场。玄都轻轻一叹，笑道：这1000年成了多少？月老在旁低头道：按您叮嘱的，若是发现姻缘就促成一把。这1000年，这些仙宗内总共成了362对佳偶。玄都大法师轻轻颔首，温声道：不错。有多少新人降生？这个您要去地府那边查名册，咱们这边只管姻缘啊。玄都哑然失笑，他一笑的时候眯起眼睛来，笑容也颇为温暖。倒是忘了此事，月老勿怪。老师当真给了我一个难题，想让人教适度的兴旺起来，又不让我收弟子。玄都背着手感慨一声，目光扫过，也只能出此下策了。月老可否将最近将成的姻缘牵出来，我看有多少。是，大法师您稍等。月老手中的盆景晃晃，很快就有数十个泥人向前飞了一阵。泥人之间的距离按各自关系远近，成姻缘可能性高低各有不同。每一只泥人的身上都有1条或者2条红绳，多的会有3、4条，但也不会太多。有的人情长，红绳便长一些；有的人情短，红绳也就短一点。很快，玄都大法师的目光被4个靠在一起的泥人吸引，向前走2步，看着这4个在渡仙门3字之下的泥人，月老在旁笑道：这是3星拱月之事，好福气。玄都大法师轻轻点头，紧盯着看了一阵。大法师您看，
他手腕、脚腕上都有一点红线，只是红绳，刚有了个线头。有些人是这样的，这必然是这位人教贤才，一心修道，不想过问俗事，当真浪费。玄都看着这泥人周围飘着的3道红绳，月老可否帮他把红线拉长点，让他跟其他3条红线接上？这个自然可以，但大法师，咱们只能帮忙，不太好强赶。顺其自然的同时，适当增加些助力嘛。小神这就做。当下，月老抬起那盆栽相思树，对着泥人轻轻一点。与此同时，东胜神州渡仙门小琼峰的丹房中，刚洗了个澡，正在为新丹炉发愁的李长寿心底突然泛起了少许少儿不宜的画面。李长寿轻笑了一声，将心底的画面瞬间驱逐。月老殿后殿，相思树慢慢点上去，那泥人凭空退了一步。月老眉头一皱，换了个方向，拖着那小盆景相思树继续一戳。小琼峰丹房中，李长寿的心底又冒出了一幅幅画面，还都是前后世结合的，比如穿着水手服的小师叔，穿着学生装的小师妹，还有我怎么会幻想有毒穿着一身机甲的画面？道心可固，幻不可摧。心底的画面瞬间破碎，李长寿摇摇头，继续思索新丹炉之事。月老殿中，相思树袭来，那泥人朝着左边轻轻一扭。我就……月老眼睛一瞪，抓着相思树再次换了个方向，点向泥人。泥人这一次打了个后空翻，灵活地躲了过去。旁边的玄都大法师忍不住笑出声来。月老面色顿时有些难看，他竟然在大法师面前出了丑，这是一件再小不过的小事。月老摸了摸相思树，这只相思树瞬间膨胀，一根根枝叶朝着泥人强攻而去。地上的李长寿眉头一皱，心底竟然浮现出了一只漂漂亮亮的丹炉。丹炉打开，几道倩影飞了过来。李长寿直接盘腿坐下，开始诵读静心凝气咒。开玩笑，上辈子我什么没见过？可能是我成仙之后心境不稳，以至于总是想这些有的没的。一时的欢愉又有何用？最起码先长生，再考虑这些事，那才是长长久久的没羞没臊。不对，长生不一定能自保。还是不能惹姻缘这种可有可无的因果。静！月老殿中的泥人瞬间做出了一系列的感应，后退、闪躲、翻跳、左右横跳、托马斯回旋，任那相思树的漫天枝桠抽打而来，自是片叶不沾身。月老急的是满头大汗，差点被气到气息逆涌。一旁的大法师笑道：我来助月老一臂之力。当下他左手泛起星光，掌心夹带阴阳，远远地对着泥人抓去。月老眼睛一瞪，刚要喊出不可，可是却迟了半瞬。大法师已经捏住了泥人的左臂，但是咔嚓一声，泥人的左臂瞬间被断，身躯灵活地跳了出去，停稳之后还摆了一个你过来呀的这种造型。整个画面一片死寂。大法师，不可强为呀！这玩意儿能补上吗？能是能，但十分费时。还好他左臂上本就没红绳，这样也好修补一些。那就有劳月老了。那个月老，你忙，我过段时间再过来，给你带些老君炼制的丹药。这小子重点关注，劳烦。言罢，玄都大法师匆匆做了个道揖，
转身而去，2步就消失不见了，徒留月老一个人在那儿一阵凌乱。片刻前，渡仙门丹房，李长寿紧紧皱眉，心底可谓是乱象丛生。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伸手探入怀中，在地字6号宝囊中拿出了让自己静气平心的底牌之一。一张画轴缓缓打开，里面却是画着一排画工精致、粉妆浓抹、身着霓裳的老妪。李长寿仔细地看着，口中喃喃：真正的感情不只是贪慕他年轻时的容颜，也要接纳他老去后的唠叨。瞬间，心底那些画面逐一破碎，一阵心安。不过修仙哪里来的老啊？他自得一笑，将这珍贵的白眉老后图收了起来，心思顿时安宁了许多。男人就该对自己狠一点。话说我偶然间会想到师妹和小师叔也就罢了，为什么会想到有毒呢？真是有毒。最近这段时间左胳肢窝怎么这么痒呢？炼丹时，李长寿活动着自己的左臂，眉头略微皱起。现在我这可是仙躯啊，内外如一，纯澈如玉，纯洁如我，怎么可能会突然胳肢窝痒？这并不是小事，但是李长寿反复检查了半个月，也没发现什么毛病。天罚之后落下的后遗症？不应该吧？思来想去，也只能够归类为我的仙躯还是不够圆满，稍后还是要慢慢巩固境界才行。